李长寿好一阵传声解释，总算是暂时稳住了太乙真人，又将太乙真人拉到自己身侧一同入座，传声细细言说刚刚的误会之处。灵珠子不过是变得好战了一点点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阐教众仙不明所以，但看人教长庚师弟与己方太乙真人颇为亲近，也就乐意如此。人教弟子长庚，这场大劫的主劫者，这是阐教教主元始天尊亲口言说之事，自是错不了的。阐教最担心的就是李长寿因与云霄仙子的关系偏袒截教，在接下来还不知该如何进行的大劫之中坑阐互劫。而今一看，嘿嘿，截教有云霄仙子，他们阐教也有太乙嘛，啊，虽然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，故此时李长寿、太乙真人、灵珠子凑在一起，当面传声，以广成子为首的阐教众仙并未打扰，还用着一种满是包容的目光注视着他们。太乙真人传声问灵珠子：“乖徒弟，你实话实说，你到底想找哪般道侣？”灵珠子苦笑了一声，忙传声回道：“弟子一心求道，无道侣之念。师父，为何教内如此多师叔师伯都无道侣，到了弟子这里就必须要有道侣了？”也是这般道理。太乙真人淡定的点点头，给李长寿一个颇为严肃的眼神。李长寿纳闷的传声道：“师兄，这不都解释清楚了？”我徒儿只说他现在对道侣之事没兴趣，也没说是对男道侣没兴趣，还是对女道侣没兴趣。这不是5成对5成之事吗？太乙真人如此一说，李长寿心里一琢磨，嘿，还真有那么几分道理，就是感觉这一套逻辑很不对劲儿。李长寿传声：“啊，师兄放心，稍后我自会安排验证此事。但今日我来玉虚宫也有要事，还请师兄助我一臂之力。”太乙真人挑挑眉，传声嘀咕：“你当真是无事不登门，说吧，什么事？贫道跟你一样啊，尽力而为，斟酌以对。”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对太乙真人传声言说一二：“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”太乙真人很快就点头答应了下来，带着灵珠子去了侧旁的蒲团入座，与灵珠子嘀嘀咕咕问询这些年在天庭的经历。灵珠子说的是双目放光，太乙真人也颇为满意的不断的颔首。李长寿笑着道一句：“啊，广成子师兄，可听闻过西方教建香火神国之事？”广成子嘴角带笑：“自是听闻过。此香火神国蛊惑凡人，危害一方，当为炼气士所不齿。”唉，西方2位圣人师叔对此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香火神国为他们西方吸纳功德，增添气运。但细细想来，这一次大劫，师祖已经明示，西方教与咱们道门中2大教应劫，若西方教躲过了，咱们道门就要多一些损失。其实这一段时日，我一直为那香火神国之事发愁，每日都不得安宁啊。香火神国已成西方教插在人族气运上的利剑，此事不得不提前解决。赤精子拂须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不如长庚你以天庭之名义发起讨伐，联络截教一同出手。截教号称万仙来朝，我阐教也有仙人可用，再由你筹谋布局，将那些香火神国挨个破灭，有何不可？”多谢师兄点拨，但此事顾忌颇多。单说一点，而今正是大劫前奏，你我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劫运所影响。但大劫之事尚未定下，若咱们大张旗鼓地出手，但凡同门有所死伤，就只是会化作劫灰。此劫名为封神，意在天庭大兴。各位师兄师姐细品，
仔细的品。广成子沉吟几声，莫非若在大劫之中身死道消，也有一线生机，转生天庭神奇？我推测的也可能是这般。黄龙真人言道。若如此一说，天庭在这次大劫中……话语一顿，黄龙真人看着李长寿，突然笑了2声，赞叹：大师伯，当真妙算无双，妙算无双啊！提前让长庚你入了天庭之中效力。老师不想看着道门由盛而衰，故早早将我安排去了天庭。我初时也不知老师之意，觉得天庭无兵无将，老师化身都亲自去天庭坐镇，我人教就是要以匡扶天庭为己任。故此我为玉帝陛下鞍前马后做了一点小事。但当这一次大劫落下，我才发现老师早在上古就有这般远虑，人教扶持天庭也是为了道门与天庭不至于脱钩，从而在这次大劫之中为道门加一层保障。诸位须知，这一次大劫源于人族，止于天庭。点到即止，话不说满，这也算是李长寿常用的话术了。不然当着这么多阐教弟子的面儿，说阐教以人族气运立教，却少行教化人族之事。人族上古遭遇大劫时，除去人教之外，哪个站出来对抗妖庭了？那样不稳，且毫无意义。慈航道人开口道：那依照长庚师弟之见，我等该如何才能化解这般大劫？师弟我才疏学浅，当真不敢回答这般问题。大劫之事，非一人可算。广成子长叹：昔日巫妖大战，我等做壁上观，而后道门兴起，人族大兴。今日这场大劫，就应在了道门之上，无可奈何。灵宝大法师淡然道：天道在逐步禁锢生灵之力罢了。黄龙真人叹道：长生又如何？上有3灾5祸，大罗又如何？无量量劫难躲。太乙真人嗤的一笑：师兄所说还挺押韵。黄龙真人瞬间破功，无奈地看了眼太乙真人，后者连连陪笑，表示自己并非是故意拆台，心直口快，心直口快。李长寿将话题引回香火神国上，言说若此香火神国之事不能够尽早解决，西方教将会成为道门的大患。道理很浅显，说1000道1万，也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在场都是聪明人，个别除外。李长寿今日所表达的观点，就是先保持道门一家亲的状态，将西方教的威胁降到最低，顺便让西方教高手填一部分大劫的坑。广成子一连问了3个关键问题。长庚师弟，此次大劫乃圣人执旗，你我进不过圣人弟子，他日那西方圣人站出来，是否会让咱们的万般算计付诸于流水？师兄，咱们既然是圣人弟子，自当为3位老师分忧，为3位老师面皮计。若咱们一举一动不符老师的心意，老师自会提醒。西方教圣人已经下场数次，每次主动下场都令西方教失去一些先机。大劫来临，咱们可不能被西方教的众圣人弟子反制啊！此次大劫，先不论那西方教，咱们道门亦是在所难免的要入劫。师弟可有想过，他日该如何平衡道门3教之事？我始终是为道门计，自是要将咱们道门的3教折损降到最低。师弟要对付西方教的香火神国，又如何确定此事非大劫所导？自当大劫落下，一应算计其实都在天道注视之下，都对大劫有所影响。
香火神国之事已是动摇了天庭今后执掌天地人三界之根基，泯灭凡人天性，自当破灭。广成子沉吟几声，坐在主位上陷入了沉思。此间各阐教仙人尽皆不语，暗自琢磨，只有3-5人能够明白这2位到底在说什么。道门与西方，阐教与截教，大劫与人族。最后广成子笑问：长庚可有对付这香火神国的良策？他已经是被李长寿给说服了，决定参与到此事之中。李长寿反倒是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说起这个，我就颇为惆怅啊。众阐教仙顿时来了兴致，想看看能难倒李长寿的难题会是哪般。李长寿端坐在矮桌之后，将此事难处娓娓道来，只是言说他奉玉帝之命，在3000世界中组建反香火神教仙道势力联盟，简称仙盟。各方仙道势力已经联络了100-200家，第一次仙盟大会将在数月之后开锣。我思前想后，西方教如何会放过这般机会？他们定会安排大批高手偷袭，既打击了仙盟，又能将反抗他们的势力首要人物一锅端掉。此事当真是难呐。天庭虽然已经有众多兵将，但哪里去找能够威慑众宵小的高手？李长寿话语顿住，环视周遭，笑道：所以我今日前来玉虚宫中，也是怀了私心的，想请阐教之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能去担任这仙盟的盟主之位。话到此处，广成子淡定地端起面前矮桌上的茶水，在嘴边一抿，知道李长寿这是想请他出山，什么盟主不盟主的，那都是浮名罢了。而赤精子也在旁边端起了茶水，想着3000世界各方仙道势力虽人多势众，但是多多少少有些难上台面，这个位置8成是要落在他这个12金仙之2元始天尊第3弟子身上了。什么盟主不盟主的，那都是虚事罢了。李长寿深吸一口气，后半句用真情意切的表情说了出来：不知燃灯副教主最近是否在闭关？若是燃灯副教主能来出任仙盟盟主之位，那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噗的一下，赤精子当真是没忍住，一口茶水扭头喷向侧旁，给黄龙真人滋润了一下面部皮肤。还是广成子的功力深厚，一口气息强行压了下去，表情瞬间恢复成之前含笑的样子。师弟想请燃灯副教主前去做仙盟盟主。不错。当然了，燃灯副教主事多且忙，只需燃灯副教主为这一次仙盟大会站个台就够了。广成子沉吟几声，当真是想不明白为何如此。阐教普通仙人不知，他这个12金仙首先还能不知这燃灯是什么路子？而广成子是知道的，李长寿知燃灯底细之事。此前怼燃灯怼得最欢的，不就是这位人教2徒天庭水神吗？当年东胜神州，燃灯算计渡仙门，被李长寿、孔宣、赵公明联手折腾了一顿，损了宝塔，折了名声，自那之后就安分了许多。如今怎么……李长寿心底微微一笑，对各位阐教仙人的反应早有预计。这其实并非是妙棋，也非险棋，而是李长寿思前想后得出的一招中规中矩的正棋。广成子有些不确定地问道：当真？当真。黄龙师弟，去将此事说与副教主，看副教主是否答应。黄龙真人刚要站起身来，角落中的太乙真人却悠悠开口：问也是白问，不如不问，让咱们副教主去跟长庚共事，棺材怕是要赔进去。几名仙人各自露出轻笑，巨流孙却道：
太乙师兄，副教主终归是老师立下的，咱们还是要心存敬重才对。太乙真人却像是来了劲儿了，嘴角一撇，白眼一翻，浅红道袍略显风骚。老师可是教过咱们，敬当敬之人，尊当尊之辈。黄龙真人忙道：太乙师弟莫要这般言说。当然，太乙师弟也并非是在说燃灯副教主，大家别往心里去，这话也莫要传到副教主耳中。太乙真人耸耸肩，一副无所谓随便爱谁谁的优良表情。太乙真人对李长寿道：师弟，你看人要准点儿。哎呦，此事阴道应下了。当的一下，这应当是一把极沉的杖子落下时发动的声响。就见侧旁金光闪过，燃灯道人坐在云上，自大殿侧门而入，视线扫过太乙真人，淡然道。李长寿面露微笑，对着燃灯做了一个道揖：燃灯副教主高义。太乙真人对燃灯的视线丝毫不以为意，此时还笑着问一句：嘿嘿，长庚，你这仙盟还有没有副盟主之位啊？暂定的是12位副盟主，有截教公明师兄、截教金陵师姐、截教吕月师兄，顺位排1、2、3，还有3000世界几方大势力的首要人物，以及天庭重要人物。这副盟主之位随便来多少，各位师兄师姐若想去凑一个热闹，尽管开口就是。